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美光科技近期公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业绩，单季赚了28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14倍，一年股价翻了8倍多。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光科技的深度分析。首先说一下我的核心判断，美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储周期反弹股，而是在 AI 基础设施重构中最典型的盈利加速兑现加估值范式切换标的之一。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主要回答3个问题：第一，美光这次的超预期为什么不是一次普通的强财报？第二，它凭什么还能继续赚，而不是像过去存储周期那样很快见顶？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股价已经涨了8倍，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追还是等？目前市场在推动一个叙事，就是美光正在从周期股变成成长股。这个叙事如果是真的，当前估值就不贵，但如果立不住，那现在这个价格就透支的厉害。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读每一条逻辑链。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可以先感受一下这组数字：2026财年第3季度，美光单季营收414.56亿美元，同比增长345.7%，净利润282.43亿美元，同比涨了14倍，自由现金流18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345%的营收增速，放在一个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身上，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我们先看第一层，为什么说美光这次业绩超预期不普通？报告把2026财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拉出来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第2季度营收238.6亿美元，毛利率74.4%，每股收益12.2美元。到了第3季度，营收414.56亿美元，毛利率直接干到84.6%到84.9%，每股收益25.11美元。简单来说，营收环比涨了74%，但净利润环比涨了超过100%。这说明什么？存储这个行业的高固定成本属性，在价格上涨的时候，利润弹性远大于收入弹性。价格上涨没有被成本吃掉，反而被经营杠杆放大了。第二层更关键，这次超预期不是只靠 HBM。很多人一提到美光，第一反应就是 HBM 英伟达的供应商。但报告披露，第3季度 DRAM 营收313亿美元，占总收入 76%， NAND 营收99亿美元，占 24%。 DRAM 价格上涨大约 60%， NAND 价格上涨大约 80%。 请注意 bit 出货量只是个位数增长，也就是说，这轮核心驱动不是量爆发，而是全面的价格重定价加供给稀缺带来的利润重估。说白了，不是某一个产品卖爆了，而是整个存储体系的价格水位被整体抬上去了。第3层是自由现金流的质量，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但它才是估值逻辑能不能切换的基础。过去市场为什么给存储股低估值？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赚钱，是不相信高利润能留住，周期一下行，利润就没了。但这次不一样，第3季度自由现金流183亿美元，期末现金和投资302亿美元，债务降到57亿美元，净现金244亿美元，公司还把分红上调了 30%。 也就是说，高景气不再只是利润表上的故事，它开始变成真金白银的现金流和一张正在修复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估值框架能不能从周期股切到成长股的底层支撑。报告里有一张图，画的是美光过去13个季度的营收和净利润轨迹。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反应是这不像周期股的亏损、修复、见顶回环，更像是一条斜率在不断加陡的非线性曲线。从2023财年的季度亏损23亿，到2026财年第2季度的单季利润137亿，利润曲线的斜率明显比收入曲线更陡。这不是修复，是跃迁。美光的收入结构，简单来说就是 DRAM 打主力， NAND 打辅助，但现在这个辅助正在变成第二引擎。
报告里有个判断我比较认同，美光约 79% 的收入来自 DRAM， 这个比例被卖方反复验证。DRAM 行业集中度高， HBM 和服务器 DRAM 又在共同挤占先进产能，所以 DRAM 价格一涨，美光利润中枢就跟着上。换句话说，只要 DRAM 价格还在高位，美光的盈利中枢就没见顶。但真正让我意外的是 NAND 和数据中心固态硬盘这条线。报告指出一个重要事实， AI 的工作负载正在从训练转向推理。训练侧需要高带宽内存，也就是 HBM， 但推理侧不一样，向量数据库 KV Cache 卸载、容量存储层升级，这些都需要大容量、高吞吐、低延迟、高可靠性的存储，这就让 DDR5、DRAM 企业级固态硬盘一并受益。报告里有个数据很说明问题，第二季度 NAND 营收环比增长 82%， 第三季度数据中心固态硬盘营收超过50亿美元，环比又翻了1倍。所以如果还把美光简单理解成 HBM 概念股，是会低估它的。更接近现实的说法是 HBM 锚定供给稀缺和技术溢价， DRAM 提供利润中枢， NAND 和固态硬盘提供第二成长曲线。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光这么能赚，到底是因为 AI 需求真的有这么强，还是因为存储行业想扩产也扩不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美光这轮高景气能持续多久。我们先看需求端，这里有个判断很关键，2026年数据中心 DRAM 和 NAND 的市场总量将首次超过行业总市场量的 50%。这不是 HBM 一个小市场在拉动，而是服务器、AI 服务器、企业级固态硬盘、DRAM、DDR5 等多条产品线同时受益。最核心的变化是 AI 从训练走向推理，并没有削弱存储需求，反而让需求更广谱。传统认知里 HBM 是训练侧需求，但现在随着 AI 智能体、检索增强生成、长上下文、多代理协同这些应用起来，存储需求从高带宽延伸到高容量加高吞吐加低延迟加高可靠性。对投资的意义在于，需求弹性不再单压住某一代 GPU 平台，而是分散到更广的 AI 基础设施站。这会提升盈利持续性，也降低了过去某一产品价格回落就等于全公司见顶这种简单周期判断的有效性。再看供给端，这才是本轮真正的胜负手。供给受限的原因包括捷径式约束、建设周期长、HBM 占比提升、节点迁移带来的每片晶圆未产出增长放缓。美光自己把资本开支指引上调到超过250亿美元。资本开支增加恰恰不是高景气结束的信号，反而是景气持续的结果。根据富邦的测算，更大规模产能要到2028年以后。摩根士丹利给了组数据，特别值得记住， HBM 对 DRAM 有效为产出的惩罚倍数会从2021到2024年的大约 3.0 倍提升到2028年的 4.3 倍。同时 HBM 占先进内存晶圆的份额会从2023年的 6% 提升到2028年的 34%。 就是 HBM 越做越多，它吃掉的传统 DRAM 产能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即便行业在扩产，传统 DRAM 和 NAND 还是可能持续偏紧。讲完供给，我们回到 HBM 本身。报告对 HBM 的定位很有意思，它不是美光唯一的利润来源，但它是行业定价权的锚。美光已经确认2026年 HBM 产能全部售罄，而且专为英伟达 Vera Rubin 设计的 HBM4 已经在2026年第一季度率先量产出货，带宽超过 2.8TB 每秒。报告总结了 HBM 的3个意义。第一，它决定美光在 AI 内存版图里的战略地位，美光正从历史上的第3玩家转向 AI 内存里关键的第2供应商。第二，它决定先进产能配置和行业价格中枢，哪怕非 HBM 产品利润率更高， HBM 仍然是先进产能优先分配的对象，没有 HBM 需求，传统 DRAM 价格不会涨这么陡。第三，它决定
美光能不能拿到更高估值倍数，因为 HBM 意味着客户绑定、平台绑定、资格认证、技术壁垒，不是普通大宗内存能比的。接下来这个变量，我认为是整个估值框架里最容易被低估，但最关键的就是战略客户协议和长期协议 LTA。美光在第三季度业绩会上披露，已经签署了16项战略客户协议，管理层明确说，这些协议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更早之前，公司还签了第一个5年期战略客户协议，显著长于过去通常1年的长期协议周期。为什么这个变化重要？报告的逻辑是，传统存储股低估的根源不是盈利差，是盈利不可见、不可锁定、不可折现。一旦多年协议、客户预付款、最低采购量、供货承诺这些机制普及，市场就会开始把一部分利润从周期利润重新分类成结构利润，甚至协议利润。这里我给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战略客户协议和长期协议不是风险消失，但它确实改变了风险结构。过去的风险是行业突然过剩，价格暴跌，现在即便未来价格回落，客户绑定和多年供货承诺会让回落斜率更缓，持续时间更长，盈利底更高。这正是估值倍数能上移的最重要基础。简单来说，它没有消除周期，但它把周期的底部抬高了。接下来到分歧最大的部分，估值。截至2026年6月24日，美光股价大约1052美元，市值约1872.5亿美元，静态市盈率约20.71倍。但如果你用卖方更关注的前瞻每股收益来看，估值显著更低。花旗在6月17日把目标价上调到1200美元，对应10倍的2027日历年每股收益，并指出2027财年每股收益预期是114.73美元。东吴证券给的口径是2026到2028财年市盈率分别是14.9倍、9.1倍、8.8倍。用静态利润看，当然不便宜，但用2027财年盈利中枢看，9到10倍前瞻市盈率，在 AI 硬件链条里不算高。我个人对估值的看法是，这个逻辑我一半认可，一半有担忧。认可的点是，如果战略客户协议真能锁定多年利润，那用市盈率而不是市净率定价，确实有道理。担忧的点是，前瞻市盈率的前提是前瞻利润能兑现，而前瞻利润的前提是高景气延续到2027，这恰恰是当前最需要被验证的。我们再看股价本身，美光近1年完成了近似指数级重估，股价从2025年6月25日的127.25美元升到2026年6月22日的1211.38美元，涨幅大约852%，总市值同期升到1.366万亿美元。这不是简单的业绩修复，是市场把它重新定义成美股稀缺的 AI 内存代理。分析师目标价也在快速抬升，花旗5月18日给840美元，6月17日上调到1200美元，更激进的机构喊到1500到1600美元，更审慎的高盛只给900美元，维持中性。报告对当前状态的判断我比较认同，美光已经从财报超预期就涨的简单模式，切换到必须持续提供新的确定性证据才能维持高估值的阶段。也就是说，股价已部分脱离结果交易，开始进入证据交易。那么接下来怎么操作？这里给了一个3层框架。第一层是行业层面，维持存储高景气延续的主判断。综合美光管理层、TrendForce、摩根士丹利、瑞银等多方资料，2026到2027年 DRAM 和 NAND 整体仍处于供给偏紧，2028年才可能进入边际缓和。第二层是公司层面，美光的确定性来自全站受益而非单点。它同时卡位 HBM、DDR5、数据中心固态硬盘、企业级、NAND 等多个 AI 内存层级，某一条产品线波动，还能靠组合管理利润率。而且它是美国本土唯一先进内存制造商，地缘和供应链安全背景下有额外战略溢价。第三层是交易层面，当前不是无脑追，
而是分层参与，中长期资金逢回调分批布局，中期趋势投资者等第4季度验证和回调窗口，短期交易者不宜在高预期顶部重仓追价。风险部分，真正要担心的不是 AI 突然消失这种笼统说法，而是5类更现实的风险。第一，预期过满，股价已经提前交易2027年高盈利，如果管理层不提供新增证据，可能先杀估值。第二，供给释放，2027年后新增产能如果快于需求释放，会冲击价格。第三， AI 资本开支放缓，云厂商和大模型公司投资节奏低于预期。第四， HBM 竞争，海力士和三星在 HBM4 和 HBM4E 上追赶，影响份额和溢价。第五，传统业务拖累 PC 和手机等传统需求走弱，可能抵消部分 AI 增量。其中需要特别强调，最需要警惕的是好预期太满，因为市场不是在怀疑第3、第4季度，而是在交易2027年还能多好。一旦电话会细节、战略客户协议签约数量、HBM 定价、客户分配这些方面不够强，股价可能先回撤，再等待新证据。综合所有资料，这里可以得出3条结论。第一，美光基本面仍在上行周期，行业证据支持这一趋势至少延续到2027年。从产业周期角度，美光并未见顶，这条我认可。第二，美光的估值逻辑已经从存储复苏升级成 AI 内存核心资产，但市场尚未完全统一接受这一框架，这会带来更高波动，也带来更高弹性。因为市场尚未统一接受，恰恰说明现在是在博弈，不是在定价确定性。第三，操作上最优解不是简单追涨，而是接受其高波动属性，在回调中分批配置。用一句话来概括思路，那就是看多基本面，但不无脑追价格，相信高景气延续，但用波动换仓位。最后，我想补几个报告没充分展开，但我认为需要持续观察的点。第一，战略客户协议的具体条款我们其实看不到，年限、最低采购量、违约条款都没有披露，16项 SCA 到底能锁定多少利润，目前还是个黑箱。第二，2028年供给才释放这个判断，建立在洁净室建设和极紫外光刻设备交付都顺利的前提下，任何一环延迟都会改变节奏，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加速，周期顶部可能比预期更早。第三，市场在推动从周期股到成长股的叙事，但历史上成功的范式切换案例远少于失败的，存储行业过去几次这次不一样的叙事，最终都被周期打脸。所以我的态度是，逻辑可以听，仓位要管好。最后留一个思考题，你觉得美光科技的高增长业绩可以持续多久？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